8年前，儿媳为了救儿子成了植物人，然而我的儿子却出了轨。维达，你真要带我去见段氏主母啊？当然，只要你能讨好我妈，让她许你进门，我就赶走家里那个活死人，然后娶你。可我现在只是个保姆，段夫人能看上我吗？我妈这个人最看重门当户对。你不是说你本就是世家小姐，只是为了方便和我在一起，才假装成保姆的？是，世家小姐只是我装出来。我一家都是种地的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曼曼，你怎么了？曼曼，没什么。7日后是大年30，我妈会举办段氏家宴，到时候带你母亲一起来。好。看来得找个人假扮一下了。老夫人，已经查到小三了，就是家里的保姆。太可恶了！婉莹为了救他，搭进去半条命，他却背着婉莹和保姆乱搞。我还查到，那个保姆正四处找人扮演他妈，企图夺取少夫人的公司股份。这一切必须马上停止，属于我儿媳的一切都将由我这个做婆婆的替她夺回来。赶紧把演员叫过来，我必须好好培训你。王曼曼，既然你想演戏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演员这么快就到了，来了。好女儿，妈妈来了。好女儿，妈妈来了。形象还不错，就是气质差了点，勉强可以假扮我妈吧。我是专业的演员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保证完成。哼，可以，只要你能帮我骗过段氏主母，事成之后给你10万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让这场好戏开场了。家里的下人我都打点好了，假扮我妈期间，你就在这儿住下吧。好，没问题。不过，你这个药是熬给谁喝的呀？哼，别提了，还不是给家里那个活死人喝的。啊，烦死了，都成植物人了还不安分。我去看一下那个活死人，你帮我看着点药。王曼曼照顾婉莹多年，婉莹的病一直不见好转，想来这药一定有问题。老夫人，如您所料，王曼曼为少夫人吃的药有问题，不仅对身体无益，还会让人一直处于昏迷，几乎就是慢性毒药。太可恶了，居然敢对我儿媳下药，我绝不能放过她。李特助，这药植物人吃了会昏迷，那正常人吃了会怎么样？这药损害肠胃，一般人吃了必定腹泻不止。我儿子明天要带着王曼曼参加名流晚宴，他既然对我儿媳下如此毒手，我必得让他尝尝这药的滋味。今天维达要带我去参加晚宴，你在家好好待着，别乱跑。好女儿，这几天你辛苦了，这药是妈做给你补身体的。没想到你这个假扮的妈，还挺称职的嘛。这药的味道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女儿，药闻起来肯定是药的味道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个做妈的还能害你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没意见，当然可以。但是这部分呢，曼曼，今天宴会上都是集团的重要人物，你可千万得好好表现啊！维达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绝不给你丢脸。段公子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新欢吧？真漂亮，艳福不浅哟。曼曼不仅漂亮，还是古典舞专家呢。专家呀，那可得给大伙儿露一手啊！维达，曼曼，
你就别害羞了。你的舞姿那么美，大家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来吧，大家都拭目以待了。是啊，好。大家都在看着我，我一定要让全场的人都为我惊艳。段总眼光不错哦。真漂亮！我的肚子！我天哪，这什么味道？什么味儿啊？我的肚子！滋一味妈妈，你丢死人了！我居然当着所有海城名流的面拉肚子，我不活了！女儿，先不说面不面子的事情，你知不知道这条裙子价值200多万？弄成这样，你该怎么办啊？这件礼服本来就是我租来的，现在这样根本就还不回去了。那你只能自己花钱把它买下来了。气死我了！老夫人，您这招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真是厉害。王曼曼骗走了本属于我儿媳的1000万，这些钱我必得让她全部吐出来。老夫人，您下一步预备怎么做？你听着，你立刻以我儿子的名义往我儿媳名下转2000万。老夫人，您这步棋是什么意思？你照做就是了，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。段维达这个王八蛋，竟然给他的活死人老婆转了2000万！女儿，你说这个段维达是不是对他妻子还有感情啊？可恶，这些钱本来应该都是属于我的。女儿，你可要加把劲啊！再这样下去，你就要失去加入段家的机会了。我听维达说，段老夫人最看重一个人的清白。如果我毁了那个活死人的清白，段老夫人一定会亲自把他扫地出门。可段夫人分明在床不能行动，你要怎么毁了她的清白？哼，这还不简单吗？你听着，你去找个人，让他半夜偷偷潜入那个活死人的卧室，我去联系媒体和记者，来一出捉奸在床。好啊，我现在立刻就去找人，这场好戏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老夫人，您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。这么多房间，哪个才是活死人的卧室？门口放有花瓶的是少夫人的房间，其实是王曼曼的房间。哎，花瓶，小美人儿，我来了。果然是个活死人呢。维达，你干嘛呀？哎，你不是个活死人吗？你是谁啊？王曼曼女士，请问这位先生是谁啊？你们干什么啊？别拍了！王曼曼，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背着我出轨！维达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间里，我是冤枉的。偷人偷到家里来了，你以为我会相信？维达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豪门保姆风流韵事都上报纸头条了，全海城都知道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维达，你救救我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想要压住媒体，不让事情发酵，至少要800万，这些钱你自己出吧。哼，800万，这些钱花了，我就分文不剩了。徐婉莹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老夫人，您这招真是厉害，一下子就让那个女人把钱都吐出来了。这钱本就不属于他，贪得无厌之人的下场就是一败涂地。下一步预备怎么做？下一步当然是让他的真面目彻底曝光在世人之下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那女人火烧段宅，想要杀了少夫人。什么？
婉莹还在里面，我要进去救她。啊，老夫人，您的身份贵重，不能冒险啊！放开我！段氏已经欠他半条命了，我不能让他把那条命再搭进去。放开！不行，必须赶紧通知少爷，让他赶过来。徐婉莹，你这个活死人，凭什么霸占段氏夫人的位置？我必须让你彻底消失！住手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快住手！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伤害婉莹的。你怎么知道那个活死人的名字？你们是一伙的？是你一直在害我！动手，把他抓起来！王曼曼，你今天要是敢动我，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！老东西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和徐婉莹一起从世界上消失！住手！住手！维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妈！你在干什么？维达，你听我解释。儿子，快去救婉莹！婉莹，维达！维达，快把他带出去！我拦住他！给我！放开！给我！还我！段先生，嫌疑人王曼曼已经带到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哪里对不起你了？维达，我是被逼的，是他们设计害我在先。警察同志，我有证据证明，王曼曼长期给我儿媳下药，导致她昏迷8年，今天更是蓄意杀人。你血口喷人！这是老夫人让我收集的证据，包括药物检测报告、购买记录，以及王曼曼与药贩子的通话记录。这些证据我会核实的。好，带走。维达！哪位是病人家属？我是她婆婆。病人已脱离危险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她的大脑意识在逐步增强。那她能醒过来吗？如果情况稳定的话，会在未来几天内恢复意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婉莹，婉莹，你醒了。这是在哪儿？医院。维达呢？维达，他一会儿就来看你。段先生，据王曼曼供述，她与您是恋人关系，是因为受到段老夫人的迫害才铤而走险。您对此有什么要说的？我们确实有过一段感情，但那是在婉莹昏迷期间。我从没想过她会伤害婉莹。他声称段老夫人假扮演员，接近他，设局陷害。我妈确实假扮过演员，但那是为了收集证据。王曼曼给婉莹下药的事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。段先生，我们需要您配合提供更多关于王曼曼的信息。我会配合的，先取保候审吧。妈，婉莹，你醒了。我梦见出了车祸，维达他没事吧？没事，他没事，是他把你从火场里救出来的。火场？就是！我记得有人要烧死我。都过去了，现在你醒了，妈会保护你的。婉莹，维达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先聊，我去叫医生。婉莹，维达，过来，我好想你。婉莹，婉莹，妈该怎么告诉你真相？婉莹这些年受了多少苦，你比我清楚。现在弥补还来得及。维达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医生说我睡了很久，到底多久？婉莹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您说？8年。8年？那这8年你怎么样？公司呢？爸妈呢？他们都好。我想见见我爸妈。
徐女士的大脑功能恢复得很好，但记忆仍然停留在8年前。那她什么时候能想起8年前的事？很难说，我建议循序渐进地告诉她。那她父母的事，这个打击太大了，最好暂时隐瞒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医生。婉莹，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。试着右手用力。很好，再来一次。段先生，王曼曼说有重要的事告诉您，关于8年前的车祸。什么？他说如果您不去，就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众。告诉他，我不会见他，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去。8年前的车祸，难道不是意外？妈，这8年，家里是不是发生了很多事？婉莹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康复。等你好些了，妈一定全部都告诉你。我爸妈呢？你爸妈在你婚后的第3年去了国外，移民了。那他们现在可以联系上了，我想跟他们视频。他们在的地方信号不好，等过段时间吧。妈，您从来不撒谎的，您现在是在撒谎。徐女士，您昏迷的这些年，段先生很辛苦的，有个保姆一直贴身照顾他。闭嘴！妈，他是谁？一个疯子，别理他。我们下楼。婉莹，妈说你今天训练很努力，我给你熬了你以前最爱喝的粥。维达，我今天在康复室门口遇到一个很奇怪的女人，她说她是护工，还说你有一个保姆，很贴心。她胡说的。维达，看着我，这8年，你真的只是一个人吗？你不用说了，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了。婉莹，我累了，想休息，你回去吧。婉莹，我该怎么面对你？王曼曼今天故意接近婉莹，她不会罢休的。我会让律师施压，取消她取保候审的资格。不止这些，婉莹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她问我她父母的事情，我骗她说移民了。妈，我们还能瞒多久？等她身体好一些，我会慢慢告诉她，但不是现在。维达，如果你对婉莹还有感情，就拿出行动来弥补。如果你心里还有那个王曼曼，没有了。从她知道婉莹醒来还继续作恶的那一刻，我对她就只有厌恶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婉莹，晚上回家吃饭吗？妈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妈，我和维达有点事，晚点回去，给我留点儿。爸妈，你们到底在哪里？徐女士情况是这样的，还需要努力复健。这8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，你们不告诉我，我就自己查。护士，我昏迷的这8年，我的丈夫经常来看我吗？婉莹，这是私人问题，请告诉我实话。我是病人，不是傻子，我能感觉到。段先生确实来过，但次数不多，大多数时候是段老夫人陪你。还有一个保姆，是吗？妈，您记得我昏迷前，我们最后一次聊天的内容是什么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我想考考我的记忆力，恢复的怎么样？那天，你跟我说你想和维达要个孩子，我说好啊，生个孙子孙女儿，妈帮你们带。
原来您还记得？妈当然记得。你说你想要个女儿，长得像维达，性格像你。那为什么这8年，维达从来没提起过？婉莹，妈，您别瞒我了，维达他是不是有别人了？注意情绪。维达，你还记不记得徐婉莹出车祸那天，是你打电话叫她去接你的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当时就在公司楼下，我看到徐婉莹的车开过去，也看到后面也跟了一辆车。妈，如果我爸妈真的移民去了国外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系我的，至少会留一封信，或者托人带个话。婉莹，您不用瞒我了，他们是不是不在了？车祸那天，我们本来是约好去我爸妈家吃饭的。如果我真的昏迷了8年，他们不可能不来看我，除非他们来不了。婉莹，答应妈，无论听到什么都要坚强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您说吧。你爸妈在你昏迷后的第3年，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。是场交通事故，他们去外地看你舅舅，路上遇到山体滑坡。我当时在国外处理业务，没能及时赶回来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当时在昏迷，我怎么告诉？后来我想，与其让你承受双重打击，不如等你醒来再说。葬礼办了吗？办了，我以你的名义办的，葬在你家祖坟，和你爷爷奶奶在一起。维达去了吗？他去了。那个保姆呢？少爷，怎么了？王曼曼说，婉莹当年的车祸可能不是意外。什么？她说看到有车跟着婉莹，还说我让婉莹去接我，是因为接到了一通匿名电话，说有人在公司停车场动了我的车。需要重新调查吗？如果查出来是真的，那这8年我对婉莹的伤害，可能真的就无法原谅了。婉莹，可以了，你太拼了。再来一次。太棒了，徐女士，你会走了。我能走了。你来了，婉莹今天进步特别大。看到了。婉莹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道歉？为我这8年的缺席，为我所有的错。那个保姆，你爱她吗？曾经，我以为我爱，但我现在知道，那不是爱。那是什么？是逃避，是愧疚，是自暴自弃。你昏迷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，面对自己。王曼曼的出现，让我暂时忘记了痛苦。所以我是你的痛苦？不，你不是。我是恨我自己，恨我没能力保护好你，恨我让你变成了这样。维达，我爸妈的事情我知道了，明天我要去看他们，你跟我一起吗？当然。那你今天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8年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家，我的父母，全都不一样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婉莹，睡。
睡了吗？婉莹，妈知道你辛苦，但是妈向你保证，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好好睡吧。老夫人，王曼曼是故意接近少夫人的，要不要申请禁止她接近少夫人？不用，让她见。为什么？婉莹现在已经开始怀疑了，与其让她从别人那里得到扭曲的真相，不如让她自己看看王曼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可这样会刺激少夫人。婉莹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坚强，她已经失去8年了，不能再活在谎言里。明天她要见她父母，你安排一下，墓地那边清场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。是。还有，少爷今天刚从警局出来，状态不太对。王曼曼好像跟他说了什么。说了什么？好像是关于8年前的车祸。查，动用所有资源，重新调查当年车祸的事情。如果有人真的要害婉莹，妈，婉莹太平静了，这不正常。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总会有不一样的变化。他问我王曼曼的事，他什么反应？他只是看着我，然后说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妈，我害怕，我怕他永远都不会原谅我。维达，有些错犯了，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爸妈，我睡了8年，醒来后丈夫没有了，你们也不在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那天我没有醒过来，会不会更好？但我想，既然醒了，就不能白活。妈告诉了我一些事儿，但我能感觉到她还在瞒着我。你们的死，真的只是意外吗？你们从小教我，做人要明辨是非，要有骨气。我像个活死人一样躺了整整8年，让别人替我承受这一切。现在，我该站起来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属于我们徐家的尊严，我一定会一点一点拿回来。那个是什么？李特助。老夫人，这应该是王曼曼落下的。王曼曼，她住这儿？不，她只是照顾你的时候偶尔照顾我？哼，用口红照顾？这个也是她的。推我去我的房间看看。这8年，你住哪里？我住在客卧。为什么？这里有太多回忆，我不敢进来。王曼曼，她住哪里？她住你隔壁客房，说是为了方便照顾你，但从来没见她真的照顾过。带我去看看。哼，很用功啊。婉莹，那些都已经过去了。过去了吗？我看未必吧。衣柜里还有衣服，梳妆台上还有化妆品。这个房间的主人可没打算彻底离开。他已经涉嫌犯罪，被警方控制住了。可他还会回来，或者说，他觉得自己还能回来。你说呢？我不会让他回来的，我保证。你的保证，现在还能值几个钱？
妈，家里还有多少人是王曼曼安排的？据我查到的，除了张嫂，还有2个员工，还有1个司机。不过司机已经被我辞退了。你早就开始调查了？从他下药开始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当时在昏迷，我怎么告诉你？后来你醒来，身体还没有恢复，我不想刺激到你。那现在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婉莹，妈想听听你的意见。8年，够很多东西生根发芽了，也能连根拔起。妈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你站起来，不仅身体，还有心理。现在段氏内部不稳，王曼曼虽然进去了，但她的人还在，她拿走的钱还没有全部追回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怀疑你爸妈的死不是意外。你有证据？还没有，不过我已经让李特助重新去调查了。婉莹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让你重新回到公司。我已经8年没有碰过业务了。你昏迷前就是段氏最年轻的项目总监，你的能力我还清楚。可是维达会同意吗？他现在没有资格反对。婉莹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什么需要叫我一声就好。我想跟你谈谈，公司最近怎么样？还好，有几个项目在跟进。城南那块地拿下来了吗？你怎么知道城南那块地？我昏迷之前，那个项目就已经在谈了，当时是我在负责，后来交给王曼曼。结果呢？黄了，他不懂业务，被对手抢了。哼，损失多少？前期投入大概2000万。维达，我想回公司。婉莹，你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所以我不是回去当总监的，先从技术岗位做起。我想先熟悉业务。为什么突然？突然吗？我已经浪费了8年，不想再浪费更多时间了。是妈的意思？是我的意思。你可以不同意，但我一定会去。好，我安排。不用你安排，妈说她会处理。请进。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，看看风景。喝点牛奶助眠。妈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您这8年没有放弃我，谢您给我做的一切。傻孩子，跟妈还说这些。明天我想去公司看看，以什么身份去比较好呢？我让李特助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身份，我的特别助理，先在我身边熟悉情况。好。婉莹，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？现在公司不比8年前了。我知道，但总要开始。妈，您今天说我爸妈的死可能不是意外，如果查出来跟某些人有关，您打算怎么办？血债血偿。算我一个。这衣服很适合你，还是8年前的尺码，看来身体恢复得不错。妈，这些衣服您都留着呢？都留着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醒，一定会重新穿上它们的。你这是？今天第1天上班，怎么不合适吗？不是，只是你的身体。医生说了，适当的工作有利于康复。我已经安排好婉莹当我的特别助理，办公室就在我隔壁。妈，是不是太急了？婉莹才刚醒。我昏迷了8年，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我可以不公开身份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先吃饭吧，李特助已经在外面等了。那是谁？老夫人亲自推轮椅？没见过，新来的高管坐轮椅上班，什么来头？老夫人早。这是徐助理，我的特别助理，以后他来公司，你们要全力配合。是，老夫人。
你们都听说了吗？老夫人今天带了个坐轮椅的女人来，说是特别助理。特别助理？以前没这个职位啊？该不会是老夫人找来对付王曼曼的吧？王曼曼进去了，项目组要变大了。小点声！王曼曼虽然进去了，但她提拔的人还在呢。项目部总监赵明可是他的人。综上所述，城西商业区的开发项目，我建议交给宏远建设，他们报价合理，而且……等一下，赵总监，宏远建设资质审查过了吗？审查过了，完全符合要求。可我听说，去年宏远建设在临市的项目有严重的质量问题，还被住建局通报了，有这回事吗？那个只是小问题，他们已经整改了。我的助理提醒我，宏远建设的法人代表是王曼曼的表哥。赵总监，你知道吗？赵总监，张明，这是真的？我不知道这个关系，我只是从专业角度。赵总监，根据我手上的资料，宏远建设成立不到3年，注册资金只有500万，需要承接我们10个亿的项目，这不符合公司招标规定。这位是我的特别助理徐婉莹。徐婉莹不是段总的原配吗？醒了。今天会议先到这里。赵明，跟我来办公室，解释一下王曼曼的表哥是怎么回事。段总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王小姐只是推荐了宏远，我觉得他们方案不错就……方案不错。赵明，你跟了公司15年了，你现在变得这么不专业了？从现在开始，城西的项目你不用跟了，回去写份检讨，交到我这儿。段总，您不能这样，我为公司立过功。出去。就是他，今天在董事会上怼了赵总监。听说她是段总的前妻，昏迷了8年才醒。不是前妻，法律上还是夫妻，只是分居了。那王曼曼算什么？小三呗。现在正宫回来了，小三进去了，真是现世报。他醒了，今天在会议上让我下不来台，你得想办法，不然我们都得完蛋。我知道他在里面不好过，但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。那些账目，对，账目，他经手的项目都有问题，查出来我们都得进去。王曼曼，这些年你做的一切，我会一五一十都查清楚。少夫人，休息一下吧，老夫人让我送你回家。我看完这些就回去。李特助，这个晨曦文化传播的项目是谁在负责？这个是王曼曼单独负责的，说是推广公司品牌，3年拨了800万。有成果报告吗？没有，只有支出记录。800万，没有成果，这笔钱去哪儿了？这些项目，维达知道吗？段总可能不知道细节，王曼曼总是以品牌建设为由申请经费，段总一般都批准。哼，品牌建设。妈，这里是……这8年，我搜集的所有证据，关于王曼曼的，关于维达的，关于公司的一切问题，都在这里。婉莹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为什么王曼曼会这么肆无忌惮？为什么维达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你父母的事故会那么巧？您知道什么？我有一些线索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。这是你昏迷这8年期间，我记录了所有异常事件的时间线。我父母的死真的不是意外。我一直在盼你醒来，我知道你一定会醒，所以我要准备好这一切，等你醒来交给你。为什么交给我？因为这是你的人生，你的家，你的仇，妈可以帮你，但是后面的路
只能靠你自己。妈，谢谢你。王曼曼、赵明，还有所有伤害过我家人的人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听说了吗？今天要讨论王曼曼的问题。早就应该讨论了，他经手的项目问题一大堆。段总这次怕是保不住的。妈，婉莹也要参会。他是我的特别助理，为什么不能参会？作为段总的特别助理，我发现了公司内部的一些异常，这里是我总结的一些证据，请大家过目。这是我在财务档案室找到的部分票据复印件，大家可以看看。君悦酒店总统套房住1个月，这是在拍电影吗？这张珠宝店的收据，18万的手镯，客户公关礼品，哪个客户需要送18万的礼物？徐助理，这些票据都是经过正规审批的，您不能这样断章取义。赵总监，我没有断章取义，我只是想问几个问题。第一，晨曦文化项目的目标是什么？第二，项目的成果是什么？第三，这些大额支出对应的成果在哪里？对应的成果在哪里？如果这些都回答不上来，那么我有理由怀疑，所谓的文化项目只是某些人中饱私囊的幌子。婉莹，这些事会后再讨论吧。段总，现在正在开董事会，这些问题应该是董事会最关心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根据我的调查，过去的3年，王曼曼经手的项目至少有8个存在严重问题，涉及金额高达2000万，而且这些项目都有赵总监的亲笔签字。徐婉莹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这些项目都是段总批准过的。赵明，段总，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了，这些特殊付款都是你签字同意的，我不过是在执行你的指令。赵明，你在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王曼曼每次要钱都是直接找您签字，我们项目部只不过是走流程。现在出事了，您要让我一个人背锅吗？赵总监，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所有的付款申请单上面都有段总的签字。赵总监，段总签字只能证明他批准了付款，但项目的真实性、支出的合理性是作为你这个负责人的责任。老夫人，您不能这样偏袒。我没有偏袒任何人，今天开这个会就是要理清责任。各位董事，我提议成立调查组，彻查过去3年所有项目的问题，涉及人员无论职位高低，一查到底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段总，您看呢？我同意。老夫人、少夫人，专门调查组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请你们过目。太可恶了！王曼曼安排自己的人进入集团，这8年期间侵吞了超过1个亿。哼，我昏迷这8年，王曼曼寄生在段氏集团，差一点就要毁掉整个段氏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如果不是段维达纵容他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事。妈，您打算怎么做？虽然段维达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这8年期间他做了太多错事，我一定要让他受到惩罚。少夫人，还有一件事，关于您当年的车祸以及您父母的意外，我也已经查明。婉莹，不管真相是什么，妈都会帮你的。原来早在8年之前，
段维达和王曼曼就已经认识了。那车祸呢？是不是意外？不是，车祸是王曼曼安排的，我父母的死也是王曼曼一手导致的。王曼曼，这一切罪行证据都已坐实，是时候让你付出代价了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！少爷和王曼曼得知你们准备清算一切，正在逃往国外的路上。什么？维达，快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不行，这些年我做了太多错事，我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。段维达，你还在执迷不悟什么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清楚。你觉得徐婉莹和段青兰会放过你吗？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，可我已经认错了。他们毕竟是我的妻子和母亲，应该不会置我于死地吧？你，刚刚我的律师和我说，段青兰和徐婉莹已经向法庭提出了诉讼。如果我们再不走，就没有机会了。他们当真那么绝情？段维达，绝情这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世界上最讽刺的事情。段维达，绝情这2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真是世界上最讽刺的事情。婉莹，妈，儿子，妈以前以为你只是做了错事，如果能改正，妈还愿意接纳你。没想到你知错不改，到现在还想着逃避责任。段维达、王曼曼，我们收到你们2人的罪行举报，请和我们走一趟。婉莹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原谅我吧。情感上我不会原谅你，法律上你也应该受到制裁。带走。妈，婉莹，妈，带走带走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婉莹，从今往后，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妈，谢谢你。